面对40年来最恶劣的通膨压力，许多联准会官员都建议必须加速升息。国际重量级货币经济学家约翰·泰勒更是建议联准会采取暴力升息手段。他认为，如果力道过猛，暴力的时间就不会太久。但是暴力升息会促使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升高，所以使用时需适当宣导及沟通，让市场有明确的依据规则，以便市场可及时应变。联准会主席鲍尔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举办的研讨会受访时也表示，他会支持升息，直到物价回到健康的水位。估计今年3月初调高利率1码后，5月初联准会又宣布利率上调2码，创下2007年以来最猛的升幅。但纵使几次调升了2码，目前政策利率也仍仅0.75%不到。鲍尔5月底暗示，如果经济符合预期，6月、7月时可能会持续再升息2码。倘若通膨短期内没有消退迹象，届时将有更多官员主张，未来1-2年期间必须调升利率至5%，与先前2个月所预测的3%高出1%。鲍尔表示，经济依然强劲，联准会将采取快速通胀的行动，尽一切努力维持稳定的价格，确保不会显著增加失业率，或大幅引发经济衰退。但他警告，联准会将采取积极行动杜绝通膨。如果联准会采激进方式来抑制通膨，则极可能造成货币过度紧缩，而导致经济重创并走入。硬着陆是采取剧烈的紧缩措施，使过度扩张的经济迅速回落，同时还伴随着国民所得急剧减少，并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。而软着陆则是用较温和的手段来达成稳定经济的目的，使经济在过度扩张后平稳地回到适度增长的区间，且回落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缩和失业，犹如是飞机缓慢的降落。当通膨加剧时，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减缓通膨。如果政策合理，则能顺利软着陆。而过去利率升息的期间，股市究竟是如何变化呢？利率与股市间究竟是正相关，还是负相关？一般人会认为是负相关，因为存款利息上升，借款的成本也会上升，钱就会从股市流到存款，这对股市是不利的。但其实影响股市的因素非常的多，利率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。通常当经济好转时，央行会逐渐回收资金，甚至开始考虑升息。当利率上升时，代表债券价格下跌，此时对债券投资较为不利。但经济好转，则企业获利过剩，有利股票多头逻辑持续。不过利率攀高，股票本益比也会下修。假设债券值利率为1%，市场可容忍的股票本益比为50倍。但当债券值利率为20%，可容忍的本益比可能下修至30倍。近期股市大震荡，主要就是受公债值利率上扬，影响可接受之股票本益比向下修正。但倘若未来企业获利逐渐成长，目前较高本益比也可自动调整至合理。